你是否想过，有一天走在街头，随处可见的代售挂牌不再是稀罕事，不再是排队抢预售的热闹场景，而是淡得像被风吹散的落叶。最近，台湾房市传出一个令人瞠目的数字，某县市预售屋成交量相比去年同期竟然暴跌了 89%。 这不是电视台的耸人标题，而是冰冷的现实。对许多人而言，这不只是一则新闻，更像是一场席卷家庭与市场信心的地震。有人调侃，1亿元的豪宅现在只要1100万元，那我直接买爆。但更多人看到的是市场卖气锐减，降价都没人要的尴尬与恐慌。这背后的结构裂缝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冷风。交易量骤崩，市场的健康不能只看挂牌价，更要靠交易量撑起来。价格挂那么高没成交也是假象。根据台北时报引用的永庆房产集团报告指出，2025年上半年6大直辖市交易量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27.1%， 原因包括信贷收紧、供给激增以及经济不确定压抑需求等因素。同报告预计，全年总体交易量可能降到28万户以下，房价虽然只小幅滑落，第二季约下降 1.6%， 但没有反弹动能。与此同时，部分地区新屋完工飙升，供给过剩带来进一步压力。成交量暴跌只是冰山一角，更让人不安的是，供给却在持续涌入，而买气正在消失，市场似乎显然失去了流动性。少子化失速，交易量下滑的背后是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正在无声蚕食市场需求。2024年台湾新生儿人数降至134856人，创下历史新低，这是连续第9年下降，也意味着未来愿意买房结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。更直观的是，出生比死亡少了67251人。2024年台湾总人口逆增长。与此同时，人口结构迅速老化，65岁以上人口比重接近 19%， 即将跨入超高龄社会门槛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市场需求持续萎缩，不是突然的冷，而是结构性退潮。收入涨不过房价，除了人口减少，年轻人购买力也在不断稀薄。20-30年前，一个3房新屋含车位价格约400万台币，当时年轻人月薪2.5万，还可能承担购屋压力。但如今，相同面积的新屋总价已达900万到1200万，年轻人月薪却只有3.2万左右，涨幅远远不及房价攀升。这其中的剪刀差不是短期现象，而是长期结构性问题。年轻人买不起，市场自然失去活力。宽限期如定时炸弹。新青安贷计划曾被看作是年轻人上车的机会，高贷款成数、低利率、宽限期让许多人以为胜券在握。但若只看前几年，其实问题早已埋下。以1200万房产为例，贷款90%即1080万，宽限期内月缴利息可能2万，但一旦宽限结束，本息摊还飙升至 3.5 万至4万。对于仅有类似薪资收入的年轻家庭，这是一种窒息式还款，逼迫选择卖房断头。断头潮一旦来临，将进一步扼杀成交量。建商推案如洪水，卖方的问题也在加剧这个崩坏过程。过去几年，低利率加推案热潮让建商推案不止。数据显示，2022至2023年间，全台推案总值曾攀升至新台币 1.2 兆元，创历史新高。然而，现在这些预售案陆续交屋，市场却已冷得连触电都没有。供给涌入，买气大退，让库存量飙高，现金流告急，金融链随时可能断裂，烂尾楼风险无法忽视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电视新闻开始频繁播报出口疲软、关税变局时，房市里的温度也悄悄在下滑？这是外部环境对房市最直接的打击。这背后一大部分是外部预期变坏作祟。
美国加征关税的威胁以及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，让潜在买家选择先观望再说，直接延缓房市启动。当经济前景暗淡，银行也紧跟着收紧信贷政策。信贷流动一旦收紧，对买方和市场流动性都是双重打击。根据媒体报道，台北市的平均房贷贷款成数 LTV 从 71.7% 降至 68.6%， 为6都中最低。其他城市也有类似降幅。这意味着房贷成数降低了，首期款提高了，买房门槛直接往上加。尤其对预算不多、依赖贷款的家庭来说，这一杠杆的下降感受尤为强烈。那政府有没有办法？就是社宅政策是否是破局切入点？台湾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社会住宅及合宜住宅政策，目标是在2025至2032年间建置50万户社宅，含建设与租赁管理，并加上每年50万户租金补贴。讲起来宏观，听起来温暖，但对照全台约几十万笔房产交易量来说，50万户的政策力度看似强烈，实际影响力却相对有限。社宅分布多数集中在较偏远地区，对核心都会区的刚需市场缓解效果较弱。到这一步，整个市场结构的裂纹已经显露无遗。国内买盘枯萎，少子化严重，薪资追不上房价，信贷收紧压抑需求，贷款成数降低，购屋门槛抬高，建商库存压顶，推案量大，交屋密集，买气退，现金流告急。金融政策飘移，央行干预多变，信贷策略收放不定，外部经济冲击，出口下滑，全球贸易不稳定打压自信。政策救助庞大，但难及时见效，社宅节奏慢，且难覆盖核心购屋需求带来的压力。在市场结构已经开始崩裂之时，遇上外部风浪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一、出口疲弱。你可能会问，房子跟出口有什么关系？其实非常密切。当出口变差，产业链压力上升，经济信心动摇，买房的意愿也会随之冷掉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根据中央社统计，2025年5月，6都住宅家商用不动产交易年减 36.1%， 仅17196件，创下8年新低。前5个月，全台交易累计仅82107件，比去年同期萎缩约 27.1%。这明显不是个别因素，而是经济失温催生的集体收缩。当买家先冷观望，卖家就算打折也没人接盘。信心一旦断裂，市场便陷入停摆状态。二、信用紧箍咒。在外部经济不稳之际，央行通过选择性信用管制开始限制房贷流入，冷却市场预期，压缩投资贷款空间。以下是关键举措。2024年6月，第二套房贷款成数从部分地区的 60% 降至更低额度。2024年9月，取消了首套房贷款的宽限期，还款必须本息同缴。第二间以上房贷成数从 60% 砍到 50%， 第三间与豪宅成数降至 30%， 未售出预售屋抵押贷款也降为 30%。2024年9月，同时央行提高准备金率，提升银行对流动性管理的主动性。这些措施不是一次性的，而是连续7轮管制，意图控制信贷过度流入房市，避免泡沫继续扩散。银行不仅要降低房贷占比，还需提前审查贷款合规性，金融监管明显紧绷化。结果是买方信心更加受挫，流动性继续冻结，市场越来越僵。三、社宅政策。面对市场冷冻，政府努力推动社宅与租金补贴政策，
试图给房市注入一线温度。根据行政院及内政部政策，2025至2032年，政府计划支持100万户租房家庭，25万户由政府直接新建社宅，25万户通过出租管理方式提供供给，每年50万户享有租金补贴。截至2025年6月底，据估已有12万户完工，9万户委由租赁管理，75万户得到租金补贴。但是依然难言以下问题：社宅占比实在微薄，无法对整体市场供需形成实质性冲击。租金虽低，单间租金最低约新台币5000元，但需支付搬入费用与押金，门槛依旧对弱势族群不友好。靠补贴度过如今的寒冬是短期缓冲，无法创造房市交易量回温。总之，社宅是温暖的救生衣，但并不足以支撑整个市场在风浪中逆行。4. 接下来市场焦点在哪？这波结构与政策交织的危机中，有几个关键指标值得我们持续关注。成交量是否止跌？市场能否稳定在当前水位，或是先急后缓，甚至再次崩跌？这是判断市场转折的第一步。利率与贷款成数是否放宽？央行是否开始逐步放宽信贷条件？这是政策对市场的回温信号。社宅进度是否快速推进？若一年动工数远超预期，有望缓解民怨；若继续缓慢，将失去政策核心效益。外部经济是否开始支撑？出口数据回温或科技产业复苏，都可能间接提升房地产市场信心。你是否还记得新闻里把89%当作崩盘的代名词？实际上，那是成交量，不是价格。但价格的确在修正中。例如，中华新闻网报道指出，2024年第4季，全国每平平均房价已经从前3季的36.27万元跌至33.86万元，等于季跌幅大约6.6%。6都皆有下修，其中高雄最巨，回跌10.4%，台南也下跌7.1%。而根据经济时报住宅指数数据显示，台湾房价指数从第一季的168.42降至第二季的164.39，这是近来少有的下滑趋势。这些数据告诉我们，市场在软着陆，不是价格暴跌，而是逐步调整。下调中的价格空间是否不再固守，让买方真正有空间议价，关键就看接下来卖家愿不愿降价。比起价格，成交量更具信号性。现在每笔成交几乎都是一场拉一拉的斗争。台湾房市已经连续数月交易疲软。2025年上半年全国交易量约13万件，年比下滑26.4%，基隆市更深跌45.6%。同时间，不少交易转换为继承或赠与，反映社会老龄化与家庭传承趋势。若成交量继续萎缩，市场将持续僵化；若能止跌，开始恢复，就有机会从冷冻状态慢慢回温。这是观察市场的第一盏红绿灯。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里，有3组信号最值得市场参与者注意。成交量是否止跌？从现在低谷反弹 N 型回升，还是继续深蹲，决定市场流动性是否回归。贷款成数与利率有没有松动？中央银行若看到房市持续冷却，有可能逐步调低 LTV 或是放宽审贷条件，这将给买家一点喘息机会。房价下调是否持续？若价格继续跌5%至10%，会形成心理低点效应，让观望者重新考虑进场。这些指标仿佛是房市的3颗风向标，跟对了就能把握下一波机会。很多人期待社宅是房市救星，但事实上它对市场供给的影响有限。台湾2024年累计社宅约20万户，政府兴建12万，租赁支持8万。未来目标准到100万户以内虽宏大，但目前仅占总住户极少比例。
社宅实务上分布多集中在外围与非核心区域，无法真正缓解大都会的居住压力与需求焦虑。因此，社宅更像长线社会保障机制，而不是短期拉抬交易量的救命符。把以前几个批次串起来后，你会看到，成交量急坠不是标价，是流动性断裂。少子化、收入停滞、债务压力、信贷冷却、外部经济逆风，这些因素结构性的压住房市。政策力量虽强，但节奏慢，无法快速反转市场。价格有修正，但多数区域仅小幅调整，真正便宜的机会仍在特定区域与时点。买卖，投资者都必须重构策略思维，别跟着风口跑，得看数据，看趋势。先来给你一个安心但也不乐观的判断，房价还会跌，但不会暴跌。根据台湾住宅价格指数，2025年第二季从 168.42 下滑至 164.39， 季跌约 2.4%。 中广信诺集团报道指出，未来价格预计将继续温和修正，而不是崩盘式暴跌。仲量联行也判断，不会有 50% 的价格崩盘。现在是炒作退场，回归基本面，温和调整阶段。换言之，价格会慢慢滑坡，但市场结构不会突然坍塌。有没有机会回温？看下面这3盏灯。成交量有没有筑底回升？若每月交易量从13万件回升到15万、16万，说明市场开始有资金入场信号。贷款宽松与利率是否松动？若央行逐步释放信贷政策，放宽贷款成数，购屋刚性需求就可能被激活。房价调整是否持续？溢价空间是否扩大？当前北市溢价空间已达 10% 至 12%， 若更广区域都愿意降价，观望族可能变买家。当这3者同时触发，市场才有可能从冬眠状态走向春暖。让我们回到现实分屋角色，详谈实用攻略。1、刚需买家，观察成交量是否止跌再做决定，避免踩在冰裂缝上。选择蛋白区或交通加持区，价位相对合理且未来潜力仍可持。留住贷款缓冲空间，别满档贷款，以免宽限结束后陷入压力。若政策松绑信号开始浮现，如利率首先下调，可考虑适时进场。2、卖家，若急需出手，可根据近1-2个月真实成交价设定价格区间。若自住且不急，可以继续撑，但要警惕断头卖压力，不要等到被动求售。若负担沉重，适度止损比僵尸挂牌更理性。3、投资客，短期炒作时代已过，若靠交易获利的策略几乎行不通。若选择出租，要确认年化回报能覆盖贷款与维护成本，通常很难。不排除逐步撤离，把资金转移到股票、基金、海外资产等更灵活的投资标的。政府并不是没有工具，关键在于力度与时机。社宅长期供给增加，目标25万户建制加25万户租赁加每年50万户租金补贴，虽然进度缓慢，但仍是缓冲机制。若利率下降与贷款成数放宽同步实施，短期可能回温，但若未做到配合成交量回升，效果仍有限。若出口持续拉扬，尤其 AI 与科技回温，也可能带来信心回流。路透也指出，2025年 GDP 预测已上调至 4.45%， 出口增长估达 24%。政策有解，但不是万能，必须力度加时机双剑合璧才有成效。走到这一步，你已经看清，这不是一次断崖式的崩盘，而是结构性重塑期。少子化、信贷紧控、外部经济波动、供给过剩，逼着市场重新区隔、分层调整。房市未来可能呈现高价低量、核心区微跌加卫星区更大修正的形态。若坚持理念，房子是家，是工具，不是提款机，你就不会被市场情绪拖着走。关注我，我识才之道，
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